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 Play 智慧家庭，我是 PC。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桌上这台 Google 在上个月10月才推出的最新智慧音箱 Nest Audio。那这款音箱在 Google 智慧音箱中是属于中阶的机型，被视为4年前 Google 初代音箱 Google Home 的继任音箱。那我们之前介绍了那么多的智慧家庭装置，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来好好的介绍智慧家庭最重要的声控入口，也就是智慧音箱啦。在这边要先特别感谢台湾大智慧家庭合作赞助 Nest Audio 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介绍这台 Google 最新推出的音箱。我们会趁这个机会把 Nest Audio 智慧音箱的功能都详细的介绍过一轮。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来开箱吧。先来看一下 Nest Audio 的包装盒，封面这张就是 Nest Audio 的外观。那这次 Nest Audio 总共推出5款不同的颜色，分别是石墨黑、粉炭白、粉红、粉绿、粉蓝。在台湾可以买到石墨黑以及粉炭白2种颜色。那我们等等开箱的这个是石墨黑。来看一下侧面的特色说明。第一件事就强调了 Nest Audio 内建的喇叭音质很好，如果跟初代的 Google Home 相比，低音部分提升了 50%， 音量部分也提升了 75%。再来 Nest Audio 内建 Google 助理，可以对它下达语音指令来收听想要听的音乐或是新闻，另外也可以向它询问天气，透过它拨打电话或者是设定计时器、闹钟等等。再来，如果你有多台音箱，你可以为多台音箱设定群组，让音乐在不同的房间同时播放。如果你有2台 Nest Audio， 你也可以为他们建立立体声音效，享有更好的音质体验。我们等一下也会示范它的效果。最后，你可以透过 Nest Audio 内建的 Google 助理来声控各式智慧家庭装置，包括电视、电灯等等。我们等一下也会做示范。背面这边，如果你是在买凤购物或是 Momo 购物购入 Nest Audio， 会随机附赠3个月的 My Music 跟1个月的 My Video。如果是搭配台湾大哥大的网络或电信方案，也会有不同长度的 My Music 跟 My Video 的赠送。详细连结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下面这边有列出一些 Google 助理的指令，像是用来听音乐、用来查询天气或听新闻，或者是用来声控智慧家电。另一边侧面同样列出 Google 助理的声控指令，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另外下面这边列有 Nest Audio 合作的第三方服务，不论是音乐串流服务还是 Google 自家服务，甚至是其他智慧家庭品牌的服务都有。那我们就来把它拆封。Nest Audio 的内容物蛮简单的，就 Nest Audio 一台，蛮沉的，它的电源线还有说明书 N 本。来稍微看一下 Nest Audio 的外观，它的外观有点像是枕头状的设计，可以直立放在桌上。音箱的周围由黑色的纺织布料包覆着，看起来非常有质感。背面这边有一个 Google 的 logo， 上面这边是实体按键，你可以透过这个按键来开启或关闭 Nest Audio 的麦克风收音。它的电源线插孔在这边。好，那我们去帮它插上电源吧。嗨，只要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下载 Google Home 应用程式，即可立刻开始使用。好，那插上电源之后，就要透过 Google Home App 来设定。首先，我们进到 Google Home App， 把 Wi-Fi 跟蓝牙都开起来。正常来说，如果蓝牙开启，最上排就会自动侦测到 Nest Audio， 点一下，把它加入住家，正在寻找装置，然后确认是这台 Nest Audio， 继续。会有一个声音暗示，协助改善 Nest Audio 就看个人意愿。我要把这部装置放在小房间，继续选择连线的 Wi-Fi， 好，已连线，再来点继续。那接下来要开启这台音箱的 Voice Match 功能。简单来说，如果你把这台音箱放在客厅，那家里面不同家人向 Google 助理取用比较个人化的服务的时候，它就会判断每个人的声音来给予不同的回答。我同意。那这边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录制过我的声音了，所以它就把它直接载到音箱里面。如果你之前没有录制过自己的声音，就会需要照它的指示做一些设定。是否要储存音讯就见仁见智。透过语音指令取得个人化搜寻结果，同意。这个就是搭配刚刚的 Voice Match。假设我向 Nest Audio 询问行事历，它就会回答我的行事历。其他人的话就会分别回答其他人的行事历。再来是选取预设的音乐服务，因为我有 My Music 的
3个月免费试用，那我在这边就顺便把它开启，继续连接账户。我之前已经有注册 My Music 的会员，那这边就直接登录。好，那这边就成功连接了，按确认会回到这边。好，那这边就是连接影音服务，如果有 Netflix 的账户就可以顺便连接，先暂时不要。再来是开启语音通话的功能，如果你有 Google Duo 的账户，家人也有在使用 Google Duo， 就可以透过 Google Duo 在音箱之间或者是音箱手机之间来通话。继续，我之前也已经把我的手机号码跟 Google Duo 账户连接，所以这边它就直接带入我的资料。继续，好，刚刚的 Google Duo 设定就完成，所以我之后就可以透过音箱来打 Google Duo 的电话。好，这边掌握最新动态，看个人意愿。好，那到这边基本的设定就完成了。继续，接下来会介绍 Nest Audio 怎么控制，就来顺便看一下 Nest Audio 的音量控制，在上面这边分别是左右两边。现在就是音量调大，这样就音量调小。中间这边则是暂停或开始播放的按键。好，那再来是背面的这个麦克风开关钮。如果你不想要声音一直被 Nest Audio 收音，就可以把麦克风关闭。好，继续。成功连线后，回到 Google Home App 就可以看到刚刚添加的黑色 Nest Audio。点进来，在这边可以直接调整音箱的音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详细介绍一下 Nest Audio 的功能。我们主要会分3大部分来依序介绍。首先会先介绍它听音乐的功能，再来是介绍它内建 Google 助理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服务，最后则是介绍用 Nest Audio 来声控家里的智慧家庭装置，像是电灯、窗帘、冷气、电视、电扇等等的。那就先来讲一下最常用的音乐功能。我们刚刚在设定的时候就有连接 My Music 账户，所以就能直接透过 Nest Audio 来听音乐。例如说 OK Google 播音乐。好，即将播放 My Music 的音乐。那听音乐时常见的指令，你可以直接点歌，也可以直接选择某位歌手的音乐，或是选择排行榜的音乐。OK Google 播放华语排行榜音乐。好，即将播放 My Music 的播放清单，国语新歌排行榜。也可以直接调整音量，例如 OK Google 音量2 ，OK Google 音量6，像这样。OK Google 下一首 ，OK Google 上一首歌 ，OK Google 这首歌是什么？目前播放的是林俊杰 JJ Lin 的《交换余生》。顺带一提 ，Nest Audio 除了能跟 My Music 连接，也可以跟其他的音乐平台，像是 YouTube Music、Spotify 跟 KKBox 连接。好，那手机这边也可以控制音乐停止，或者是停止音乐的投放。那除了直接透过支援 Nest Audio 的音乐串流平台播音乐之外，也可以使用手机蓝牙与 Nest Audio 连线，播出在手机里面的音档，或者是其他不支援 Nest Audio 的音乐平台。例如，我还是可以透过 Apple Music 在 Nest Audio 上面播音乐。那要先将手机跟音箱蓝牙配对，点选这台黑色的 Nest Audio， 点右上角的设定图示，滑到最下面有一个配对的蓝牙装置，启用配对模式。这时候回到手机设定蓝牙的地方，会多一个黑色 Nest Audio。那这时候就已连线，再来手机上的音乐就可以直接在 Nest Audio 上播出。在荧幕截图的时候没办法顺利播出，所以我把荧幕截图关掉。在手机上也可以调整 Nest Audio 声音的大小。那除了手机，当然也可以用电脑蓝牙连线到 Nest Audio 上播音乐。其实 Nest Audio 不只支援蓝牙，它也支援 Google 之家的 Chromecast 功能。你可以直接把有支援 Chromecast 的影音平台的音讯投到 Nest Audio 上面。例如，假设你在电脑上面播放 YouTube 的音乐，就可以把它投到 Nest Audio 上面。你只要点选在影片右下方的 Chromecast 图示，就可以选择要将音讯投到哪一个音箱上面。像我现在就跟黑色的 Nest Audio 连线，好，然后就可以开始播音乐。
接着我们要来示范将多台 Google 音箱组成群组，在不同的位置或不同的房间播放。好，那回到 Google Home App， 点选左上角的加号，选择建立扬声器群组，我就把我手边有的4台音箱都选起来，继续帮扬声器取名叫环绕音效，储存。回到主页，滑到最下方就可以看到刚刚设定的群组环绕音效。好，那来试看看播音乐。OK Google， 播音乐。没问题，即将透过环绕音效播放 My Music 上的音乐。那因为透过 My Music 播放会有版权问题，所以我会从电脑上面投放无版权的音乐到环绕音效上面，大家可以听一下效果。因为有一台音箱我放在浴室，所以我刚刚是到浴室那边去调整那台音箱的音量。那除了将多台音箱组成群组，你也可以将2台相同的 Nest Audio 组成立体声音效。这样子的好处是，只要你控制其中一台音箱，另一台音箱也会跟着联动。那我们现在就来设定，一样是在 Google Home App 选择黑色 Nest Audio， 点选右上角的设定，滑到音效设定，这边有一个扬声器组合，设定扬声器组合，继续，然后选择要配对的装置，我要配对的就是这台黑色的跟这台白色的，继续。好，闪灯的是我要放在右侧的音箱，继续，我要把它放在小房间，继续，取名叫小房间立体声，继续完成。回到主页就可以看到原本的2台 Nest Audio 变成了一台小房间立体声。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音效如何。OK Google， 播音乐。现在播放 My Music 的音乐。好，那一样，因为音乐版权的关系，我会透过电脑投放音乐到这个立体声音箱，等等会同一段音乐播2次，一次是透过立体声，一次是透过其中一台音箱来播放。大家可以听一下立体声跟没有立体声的差别。就先来播立体声。OK Google， 音量7。OK Google， 音量3。再来是黑色 Nest Audio 单颗音箱的播放效果。OK Google， 音量5。OK Google， 音量7。OK Google， 音量3。
不过我影片的收音也不是用什么专业的麦克风，所以 Nest Audio 2颗立体声跟单颗录起来的效果可能差异不大，但是实际听起来是真的差蛮多的，不论是声音的音量还是饱和度都蛮爽的。那 Nest Audio 听音乐部分的功能就介绍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音箱内建 Google 助理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服务。我会示范几个平常我常用的 Google 助理服务。第一个是用它来设闹钟或者是倒数计时器。OK Google， 设定晚上6点半的闹钟。OK， 你的闹钟已经设在晚上6点半。OK Google， 设定10秒的倒数计时器。计时10秒，现在开始。再来，一早起来可以问 Google 助理天气。OK Google， 今天的天气。台北今天将有雨，高温23度，低温21度，目前气温22度，有小阵雨。OK Google， 明天会下雨吗？明天台北有雨，气温约23度。再来，如果你有在用 Google 行事历，就可以直接问音箱你有什么排程，那也可以透过音箱来加入自己的行程。OK Google， 帮我加行程。请问活动标题是什么？上传 YouTube 影片。没问题，想将活动设在什么时候呢？今天晚上9点。好，上传 YouTube 影片，时间是今天晚上9点整。你要储存这项活动吗？是。好的，已经加到你的日历了。这样就成功添加一个行事历。再来询问 OK Google， 我今天有什么行程？今天有一个活动，晚上9点整，你有一个叫上传 YouTube 影片的活动。接着另一个常用的功能是设定提醒，像是 OK Google 设定提醒。请问要提醒你什么事情？洗衣服。好的，提醒事项标题为洗衣服。你希望什么时候收到提醒事项？4点42分。OK， 下午4点42分，我会提醒你。然后就看它有没有提醒了。接下来 Google 助理也能翻译 OK Google， 日文的智慧家庭怎么说？日语会说 Smart Family。如果你有多台音箱，你也可以把音箱当成是传声器，向家中所有的音箱宣布一些事情，例如 OK Google， 广播吃饭了。OK， 现在开始广播。吃饭了，赶快来吧。或者是 OK Google， 广播该睡觉了。OK， 现在开始广播。该睡觉了，晚安。不过中文的广播现在只有几个特定的指令可以下，没办法广播自己想说的话。好，那现在音箱这边就亮了一颗灯，是因为刚刚有设定一个4点42分的提醒，你就可以直接问 Nest Audio。OK Google， 我有什么提醒？你有一个提醒事项：2020年11月13日下午4点42分，洗衣服。接着要示范 Voice Match 的功能。如果在一开始设定装置连线的时候没有设定到 Voice Match， 你也可以回到 Google Home App， 点选该装置，选择右上角的设定，滑到最下面应该有一个辨识与个人化，在这边也可以设定。就来试看看 Voice Match 功能。OK Google， 我有什么行程？今天有一个活动，晚上9点整，你有一个叫上传 YouTube 影片的活动。OK Google， 我有什么行程？下周有一个活动，11月20日，你正要开始一个2天的活动，标题为入住 Jasper Hotel Bangkok。所以如果设定好 Voice Match， 不同人问 Nest Audio 音箱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再来要示范 Google Duo 语音通话的功能，一样，如果一开始你没设定到，你也可以再到装置里面找到 Duo 通话来进行设定。那 Duo 通话除了可以音箱打手机，手机打音箱，也可以音箱之间自己对打。OK Google， 打给 Nest Mini。正在透过 Duo 向 Nest Mini 拨打语音通话。有来电是0963-784打来的。然后按一下就可以取消通话或是接听电话。刚刚就是从这台音箱打给这台音箱，也可以打给手机的联络人。如果他有将手机号码与 Google Duo 账号连接的话 ，OK Google 打给0963-784。正在透过 Duo 拨打语音通话到0963-784。我的手机就可以接电话。那也可以从手机向家里的 Google Home 音箱拨打电话，在 Google Duo 里面就有一个打给家里的选项。
来电是09637884打来的。挂掉。那音箱也可以用来听新闻，不过你要先设定新闻的来源，点选在主页右上角自己的账号，然后选择 Google 助理设定，往下滑有一个新闻服务，在这边就可以选择新闻的来源，勾选完之后就可以透过 Nest Audio 听新闻了。OK Google， 我要听新闻，马上为你播放即时新闻。现在播放来自联合新闻网今天下午4点49分的消息。高市农会总干事林聘金截止湖内大树农会2人登记。联合报记者徐白英高雄即时报道。最后 Google 助理的声音其实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把它改成男生的声音，一样是点选右上角的账号，然后选 Google 助理设定。第二个就是 Google 助理声音，你可以把它换成男生。喜欢并希望继续使用这个声音，那就停在这里。好，这样就设定完成。OK Google， 现在几点？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11分。它现在就变成男生。那音箱内建 Google 助理的服务大概是这样。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声控智慧家庭装置，反举家中的墙壁开关、灯泡、窗帘、冷气、电风扇、电视、门锁、扫地机器人、清净机、除湿机，只要是产品外包装印有 Works with Google Assistant， 那该装置就可以顺利的接入 Google Home， 并且透过 Nest Audio 来声控。我们的频道之前也介绍了不少支援 Google 助理的装置，有兴趣可以点选右上角的资讯卡。当然，频道之后也会持续介绍并更新更多智慧家庭相关的装置还有家电，所以如果不想错过，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顺带一提，我们也同时经营了一个专门介绍智慧家庭的部落格，连结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逛逛，在那边同样可以找到不少支援 Google 助理装置的介绍。那回归正题，透过 Nest Audio 声控智能居家装置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有时候你躺在床上，只要说一声 OK Google 就可以把卧室的灯关掉，不用起身，也不用拿手机操控，真的是最懒的那一种。再来，我们就来示范几个透过 Nest Audio 声控智能居家装置的情况。OK Google， 关掉大灯。好的，把大灯关掉。 OK Google， 打开大灯。 OK， 正在打开大灯。 OK Google， 关掉小灯。好的，关掉小灯。 OK Google， 打开小灯。好的，正在打开小灯。 OK Google， 打开桌灯。OK Google， 把桌灯变成红色。OK Google， 把桌灯变成蓝色。OK Google， 关掉桌灯。OK Google， 关闭感窗帘。好的，正在关闭感窗帘。 OK Google， 关闭冷气。好的，关掉冷气。 OK Google， 打开冷气。好的，正在把冷气打开。 OK Google， 打开电风扇。 OK， 正在打开电风扇。 OK Google， 我要看电视。OK Google， 在电视棒上面播放音乐。没问题，即将透过电视棒播放 My Music 上的音乐。 OK Google， 打开 YouTube。 OK， 在电视棒上启动 YouTube。 好，那我们刚刚示范的都是一次声控一个装置。其实你也可以在 Google Home App 里面设定，只要一个指令就控制多个智慧家庭装置，这样子你就不用一个指令一个指令去控制不同的装置了。要怎么设定？首先进到 Google Home App， 点选右上角的账号，再来点选 Google 助理设定。进到这里的第3个日常安排，就是我刚刚说的一次控制多个装置。这边你可以制定你的日常安排，也可以用它预设的日常安排。那我们现在就新增一个新的。这边的原则是这样子的，就是只要当你说出某个指令，或者是设定某个时间， Google 助理就会执行你添加的动作，或者是播放音乐。例如我设定一个指令叫我要看电影，完成，确定，然后让 Google 助理执行，打开电视荧幕，打开电视棒，关掉大灯，关掉小灯，冷气调到24度，然后再播音乐，储存。这时候回到日常安排这边就多了一个指令。好，现在来试看看。 OK Google， 我要看电影。你说青涩最大初恋，它就会一次执行多个指令。OK Google， 打开大灯。 OK， 正在打开大灯。 OK Google， 打开小灯。
好的，正在把小灯打开。另外，刚刚也有看到日常安排可以用时间来触发动作，例如你可以直接选说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只要这个时间到了，就执行打开赶窗帘的动作，这样子你每天早上就可以被阳光照醒。好，那关于声控智慧家庭装置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最后我们再补充一个小技巧，如果你不知道 Google 助理能做什么的话，你就可以打开 Google Assistant App， 点选右下角的指南针的标示，这边就有一些 Google 助理的指令，你可以参考看哪些是自己可以用到的。好，那影片到这边，我们就来帮 Nest Audio 做个总结。Nest Audio 音箱中结合了各种 Google 的服务，包括可以用来听音乐，可以用来取得 Google 助理的服务，还有用来声控智慧家庭装置等等。如果你还没有拥有一台智慧音箱，然后想要一台音质不错的音箱，而且又不排斥 Google 的各种服务，那这次推出的 Nest Audio 就非常适合你。那如果你已经有去年推出的 Nest Mini 了，但是想要再有更多的 Google 音箱，或者是想要有音质更好的音箱，那这台 Nest Audio 可能也可以成为你的目标。好，那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加订阅。如果你对这台 Nest Audio 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那就这样咯，拜拜。